我们通常认为一个健康人的身体是干净的，100%的正常细胞，0%的突变。即使有突变，那也是极其罕见的意外。但2025年11月，Nature 的这篇封面研究像一把手术刀，冷酷地切开了这个美好的幻觉。科学家在1000多名完全健康的志愿者体内发现了超过62000个驱动突变。请注意，这些不是普通的无意义突变，它们是 PT53 Notch1， 那些你在教科书上读到的大名鼎鼎的致癌基因。此时此刻，它们就潜伏在你的口腔、你的食管、你的皮肤里，不仅活着，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个微小的克隆军团，正在你的身体里跑马圈地。所以，当我们谈论如果活到150岁会不会得癌时，我们其实是在问一个更底层的问题：在这个早已满目疮痍的微观战场上，我们究竟是凭借什么活到了今天？这里是 XB Lab， 在实验室和基因打交道的这30年里，我们一直面临一个技术痛点，叫背景噪音。10几年前，当我们做全基因组测序时，错误率大约是1/1000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如果我在你的基因组里看到了一个突变，我不敢信，它可能是真的，也可能只是机器的一声咳嗽。想要在正常组织里找到那些只有几十个细胞的微小突变克隆，就像在闹市区的轰鸣声中去听一只蚊子的叫声。但这次 Nature 带来的 NanoSeq 技术把这个规则改写了。它利用双链呼叫的原理，硬生生把错误率压到了10亿分之一。当噪音消失，原本看似干净的背景瞬间显露出了惊人的真相。我们在数据上看到的不再是平滑的组织，而是一幅密密麻麻的克隆马赛克拼图。这里有一个巨大的悖论：如果 TP53 这种抑癌基因都突变了，甚至占据了地盘，为什么我们还没有长出肿瘤？答案藏在2个字里：空间。我们的上皮组织，无论是皮肤还是食管，是一个拥挤的2维世界，这里没有空地，每一个细胞想要分裂，就必须物理上把邻居挤走。NanoSeq 数据显示，那些携带优势突变的克隆，确实在早期扩张得很快，但很快，它们就会撞上一堵墙，组织结构的物理限制，这就是所谓的平台期。在健康的组织里，正常的细胞结构像警察一样，把那些不安分的小团伙死死按住。它们虽然突变了，获得了某种生长优势，但这种优势还不足以突破组织的封锁。所以，大部分突变克隆不是被免疫系统杀死的，而是被周围更健康的邻居活活卷死的。和平仅仅是因为微观战场上的势力均衡，但是这种均衡是有保质期的。这篇论文做了一个残酷的数学推理：如果我们活到150岁，会发生什么？2个不可逆的趋势会发生碰撞。第一，突变会像滚雪球一样持续积累，某些超级克隆可能会凑齐一套能打破封锁的同花顺。第二，随着衰老，我们组织的维稳能力在下降，那些曾经铁面无私的警察局开始变得松懈，甚至腐败。当这2条曲线交叉时，癌症的发生就不再是一个概率问题，而是一个数学上的必然。这就是150岁的代价。我们不仅要对抗衰老，还要对抗一场蓄谋已久的政变。作为科研人员，我们揭示这些不是为了制造恐慌，而是为了寻找对策。既然癌症是体细胞进化的产物，那么我们的预防策略也必须升级，从养生升级到生态干预。第一，切断突变源头，防晒、戒烟，这些老生常谈，本质上是在减少微观战场上的敌军数量。你少给他一次突变的机会，他凑齐同花顺的时间就会推迟10年。第二，别给坏克隆递刀子。长期的慢性炎症，比如牙周炎、肠炎，长期的熬夜，其实是在改变体内的选择压力。在炎症环境下，那些带有 TP53 突变的坏细胞反而比正常细胞活得更好。别让你的身体环境变成适合坏人生存的土壤。第三，技术的希望。
像 NanoSeq 这样的技术，未来可能会变成我们的基因雷达。如果我们能在癌症形成的20年前就看到那个超级克隆的苗头，我们就有无数种办法在它失控前定点清除它。回到最初的问题，150岁意味着必然癌变吗？数据曲线说是的，但生命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它总能找到逃逸的路径。也许未来的某一天，当我们审视身体时，看到的不再是恐惧，而是我们与体内这几万个潜伏者达成的某种微妙的和解。人体不是一台静态的机器，而是一场持续一生的波澜壮阔的进化。理解它，敬畏它，然后驾驭它。这里是 XB Lab， 连接顶刊与实验室，我们下期见。